如果把路飞邀请过的所有人组成一个海贼团，众所周知，路飞邀请过很多奇怪的家伙们成为伙伴。如果路飞吃的是邀请果实，这些人和生物都无法拒绝邀请果实能力者的邀请的话，草帽团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首先，路飞将会拥有一个潜力巨大的主力干部阵容，他们分别是艾斯、萨博、索隆、山治、慎平、大和。没错，还记得小时候路飞邀请过艾斯、萨博上他的船吗？后来在阿拉巴斯坦，路飞又邀请了艾斯一次。大和的话，在和之国，路飞好像也是有邀请的意思，不过大和是自己没有迈出最后的那一步。总之就是这个主力阵容，再加上其他伙伴，这个配置一点都不输红发团。同时，路飞还将会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船匠组弗兰奇和冰山，这两个是造船泰斗汤姆的亲传弟子，和乔巴的情况差不多。弗兰奇也不是路飞邀请的第一顺位船匠，冰山才是。不过冰山的技术那肯定也是没毛病的。弗兰奇和冰山造一艘冥王那是问题吗？那分分钟能在伟大航路上造一堆共享冥王，按需使用，方便你我他。同时，草帽团会出现一个新的兵种——人马部队，成员有路飞和冰火岛的那个半兽人。半兽人想必大家印象很深刻，路飞当时跟人家自来熟的草率速度，让一旁的索隆都感觉当初自己的加入都不是那么的草率了。路飞之所以也是人马部队的一员，因为路飞还邀请过警卫门的下半身，注意只是下半身哦，警卫门的全身并没有被邀请过。路飞单纯是觉得把人家的下半身安装到自己身上 cos 半人马很好玩。然后路飞还会拥有一个海兽组，没错，就是阿拉巴斯坦的那群功夫海牛。当时路飞击败了功夫海牛，按照规则，功夫海牛们甘愿拜路飞为师傅，一路誓死相随。路飞都准备带着这群粘人的小迷弟出发了，结果被伙伴们及时阻止。届时路飞还会拥有整个大妈海贼团，因为路飞确实通过波克穆斯传达了让大妈团归入自己麾下的奇葩邀请。因为当时山治被威胁去蛋糕岛结婚后，路飞更倾向于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但你们也知道，就路飞的脑回路能想出什么两全其美？路飞就表示，我们家山治去结婚也没关系，毕竟自己也不想耽误山治的幸福，但我们草帽团也不想成为你们娘家人那边的小弟。所以路飞灵机一动，就跟波克穆斯说，到时候你们归顺我得了。好家伙呀，草帽大船团之大妈分团是吗？此言一出，震惊四座，很难不发出疑惑，路飞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路飞身边还会有几个类型各不相同的女人，除了娜美、罗宾、大和，还有在阿拉巴斯坦邀请过的薇薇公主。女帝嘛，路飞好像还真没邀请过，但关系也属于那种不是伙伴胜似伙伴吧。船上还会多两个很奇怪的团宠，路飞在恐怖三维帆船邀请过的僵尸独角兽和僵尸树。船上还有两个小萝莉，一个是千年龙篇路飞邀请过的阿蒂斯，还有一个就是小玉。和之国篇结束的时候，小玉说自己学会了忍术后要加入路飞他们，路飞说等你学会了那没问题呀。还有早在遇到山治之前就邀请过的宝箱大叔卡蒙，卡蒙可以去草帽团的船顶小花园去当管理员，那里有娜美的橘子园、罗宾养的花、乌索普的植物，卡蒙的生活习惯和形象比较适合那里。啊对了，在小东海，路飞还邀请过一只独角仙加入自己。最后路飞还会拥有一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后勤医疗组，他们分别是路飞邀请的第一个医生，在双子甲曾经海贼王罗杰的船医库洛卡斯；第二个邀请的医生，慈古岛朵莉尔姨娘，以及当初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医生，以储备粮身份上船的乔胡子乔巴。对了，同盟的罗也算半个草帽团的人，也可以算上。就这个医疗水平，请尽情的仰卧起坐，根本是想死都很难。这些大概就是邀请果实能力者路飞邀请过的完整的草帽团成员了，阵容搭配是不是很奇葩呢？不过路飞邀请别人加入的风格标准一向如此，大家觉得这样的草帽团如何呢？果实中的隐藏大佬黄泉果实，目前草帽团主力4人组就是路飞、索隆、山治、慎平了吧？那剩下的伙伴最接近这个级别的应该就是布鲁克了。布鲁克距离主力只差一个大号密码，当然大号虽然是个梗，但黄泉果实是实打实的强，一颗更比4颗强，因为黄泉果实集合了4颗果实的优势能力。第一颗就是大妈的魂魂果实，准确的说是，如果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黄泉果实对魂魂果实有绝对的压制力，这2颗果实感觉有克制关系。在布鲁克封神之地蛋糕岛，大妈的霍米兹最怕草帽团的2个人，一个是拿着大妈生命卡的娜美，一个就是布鲁克。大妈抽国民的生命造霍米兹，布鲁克抽霍米兹成就灵魂之王，食物链顶端的存在。即便是面对普罗米修斯、宙斯这样的高级霍米兹，布鲁克也能拿捏，划伤了普罗米修斯的脸，宙斯更是被布鲁克梅开二度。面对大妈本人，布鲁克当时没招，只能靠自己的魅力把大妈给睡了。不过遇强则强，灵魂之王，这个潜力不可限量。第二，黄泉果实有罗的手术果实最 bug 的一个能力，手术果实可以给别人做不老手术，黄泉果实不仅能让自己重生，甚至是永生。布鲁克比较脆弱的就是他的骨头，但他的骨头受到一定损害后，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而且喝牛奶长牙补骨头这个操作，让他根本就很难死啊！啊不对，他本来就已经死了，这才是最无敌的。那就算布鲁克的骨灰被人给扬了，理论上灵魂还是可以继续存活的，能不能找到别人的身体寄宿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布鲁克这辈子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彻彻底底的死去。第三，黄泉果实有灵魂果实的玩法，
佩罗娜的幽灵看得见摸不着，神出鬼没，鬼鬼祟祟，能穿墙有意识。布鲁克一样可以做到，用这一招去刺探情报，吓人恶作剧简直屡试不爽。别人想抓这些飘来飘去的东西还抓不到，想躲还躲不掉。要说佩罗娜的天敌还有个乌索普，而布鲁克最大的敌人那只有自己了，因为他总是自己被自己给吓到。第四，黄泉果实有轻质冰冻果实的能力，布鲁克号称小轻质，2年后习得黄泉寒气，斩击中附带冰冻效果，可以瞬间冰封敌人。在蛋糕岛和欧文上演海贼版的庞克哈萨德元帅之争，在和之国，布鲁克虽然没有正儿八经的对位敌人，给罗宾打辅助，但操作一样精彩，瞬间就把那个狂妄的哈巴狗跑轮给浇灭了。然后一个小冰河时代，给整个房间降降温，再来个帅气的冰上滑步和风骚的收剑，一气呵成。这么看来，除了冰冻范围现在还不如轻质，感觉其他的也大差不差了。看到这一幕，我只想说，冰冻果实狗都不还不至于。话说黄泉果实吃1颗等于吃4颗，这也多亏布鲁克开发的好，还有一手精妙的剑术加持，不然黄泉果实在战斗力方面下限还是蛮低的。但感觉黄泉果实的上限还没有开发到极限，而且布鲁克经常干一些扮猪吃虎的事儿，说着最不经意的话，干着最屌的事情。这也是为啥感觉布鲁克最接近主力级别的伙伴，没有之一了，因为他靠这手能力干出什么大佬级别的操作都不奇怪。女帝的那些经典装扮，海贼王里的女性角色的日常穿搭，女帝也许不是最清凉的，但却是最特别的。女帝爱穿旗袍，但这并不影响她施展强大的踢技。初登场的这一款很有女王气质，上来一招美楼，天天干风，就把一船海军给解决了。无属中将也只能是人不狠站不稳。这款算是女帝的常穿款，包括顶上战争后、2年后以及现在都有出现。期间女帝换过2套居家服，一套是路飞误入女帝浴室后换上的白紫色浴袍，还给了路飞一记稳枪，只可惜魅惑不了路飞这个憨憨。还有就是爱上路飞后那身大红睡衣，这2款的款式都差不多，都是大花领子荷叶袖，外加一条可以是各种颜色的飘带。不过这件大红睡衣经过修改后，2年后穿在了路飞的身上。之后女帝就开始发力展示自己旗袍王的风范。送路飞去推进城的时候，里面是一件黄色旗袍，外面套了一件薄薄的花瓣袖的红色外搭，最外面披了一件带有斑点的披风。乍一看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奶牛，这件奶牛披风2年后也是送给了路飞。女帝身高1.91米，这件披风穿在路飞身上相当不合适，最后也是在战乱中被遗落在了香波地群岛。顶上战争时，女帝穿了一件紫色的旗袍，那种大开叉的设计倒也非常适合女帝施展踢技，大开大合之间有一种隐约之美，曾用一招飘逸的方向脚踢爆了和平主义者的头。衣服上印满了9蛇海贼团的标志，也是相当经典的一套婚纱礼服，虽然很漂亮吧，可这套衣服只存在于女帝的幻想当中。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衍生款，就是戴着头纱穿着礼服的女帝，还套了个围裙给路飞做饭送吃的。在 3DRY 里，女帝也穿了一件紫色旗袍，但是和顶上战争中的不一样，这一件只有裙摆上有一个大大的 logo， 扣子则是特别的蝴蝶结造型。女帝小的时候穿的非常有亚马逊百合的特色，一件露肩的上衣，外加亚马逊百合特色的裙子，还有长袜加靴子。这个风格现在那里也有人这样穿，比如玛格丽特。小时候的女帝还是蛮卡哇伊的。特别款战斗服，这个目前是只出现在剧场版和原创剧集里的一套，黑色调为主，鲜艳色调点缀，款式上基本上是沿袭了女帝初登场的那套，但布料好像是稍微增加了一些。女帝就是穿着这套衣服施展了威力强大的大方向脚，为了路飞而去单挑巴雷特。女帝的这些经典穿搭，你最喜欢哪一款呢？感觉初登场的那款和紫色旗袍的是最经典的，尤其是紫色旗袍的时候保护路飞，女友力爆棚有没有？只要路飞伤到位，女帝4皇干到废。存在感不高但变态可靠的弗兰奇，说实话，在草帽团里存在感最低的伙伴好像是弗兰奇，因为比他晚加入的布鲁克都比他显眼，存在感不高，这也是弗兰奇的作用被低估的一个原因。不过弗兰奇真的可靠，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存在。在弗兰奇没有上船之前，草帽团的职业其实挺全面的了，最大的短板就是船匠。乌索普虽然会修船，但是对比之下其实还不如栗子头大叔他们专业。弗兰奇不仅是技术入股，还是带资进组，不然路飞可能要划着洗澡盆去当海贼王了。从那以后，草帽团在后勤保障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坚实了。草帽一伙有些人的职业贡献不太能在表面上显现出来，比如草帽团大战后为啥总能恢复的那么快，山治的活力菜单和乔巴的医疗太重要了。弗兰奇这种也一样，但你会感觉到相比以前总是担心梅利号一个不小心就散了架了，现在完全不担心这一块。弗兰奇让草帽团变成了一个兼具野性和科技的海贼团，而且别看弗兰奇平时不太正经，可一旦涉及到船，弗兰奇会尽职尽责。草帽团到达香波地群岛，弗兰奇难道不想跟伙伴们一起去玩吗？但他还是留下来和乌索普一起为战斗过后的桑尼号补充能源。2年后也是第一个回到桑尼号这边。对船的保养检查这方面，弗兰奇也非常上心。有时候弗兰奇存在感不高，可能他那会儿都在桑尼号上干活呢吧。
在水之都前，路飞说想要个船将。水之都开篇其实不缺比弗兰奇更有魅力的船将，浪漫之约的卡库，玩了一手操绳术的巴里，但慢慢的会发现，弗兰奇好像更符合路飞的一贯标准，感性、沙雕、讲义气，还是个大变态，反正就是多少有点不正常。除了本职工作外，弗兰奇在战斗中也很可靠，交给他的任务他不比别人完成的差，在其他人的掩护下及时赶到罗宾身前为罗宾挡子弹，很帅的。弗兰奇会不惜使用任何变态的手段完成任务，比如说强吻得到女厂长，他也会用硬汉的方式尊重自己认可的对手，和塞纽尔用男人的方式一决胜负。他也会及时出现拯救伙伴于危难时刻，面对四皇大妈也丝毫不慌，依然保持混混的姿态去挑衅，就是救场手段总是能让人耳目一新。就算是极其丢人的合体大皇帝，弗兰奇起码也能发挥了他的作用，激怒了奥兹，让奥兹自己打自己的头。然而当大家以为弗兰奇只能靠机器和弗兰奇将军提升战力的时候，弗兰奇之后却用本体终结了4.72亿悬赏的题目。弗兰奇对位的对手不多，但他并不弱。凌空六子虽然有点拉吧，但还真不是每个草帽团成员都能捞着的对位机会。弗兰奇打里面悬赏第3的题目，第1、第2一个是慎平的，一个是罗宾的。在团队中，弗兰奇更像一个接地气的大哥，论沙雕他完全可以和路飞他们打成一片，但论成熟和胆量，弗兰奇也不次于几个主力。路飞并没有表示过弗兰奇如同大哥这样的意思，不过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路飞决定要抢夺烧烧果实的时候，他在考虑让谁吃下这颗果实。路飞不假思索的就问弗兰奇想不想吃。烧烧果实对路飞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可不是任谁都能继承自己哥哥的果实的，弗兰奇起码有这个资格。当然弗兰奇不想变成旱鸭子，但弗兰奇和路飞会心一笑，也是全力支持路飞去抢夺烧烧果实。要说弗兰奇最无可替代的可靠，当属他的击剑狂魔属性。当索隆山治乌索普发愁如何通过这个断崖的时候，3个人一回头，弗兰奇都把桥给造好了，他甚至还不满意桥上的装饰，再给30秒他能把装饰再给你换一遍。还有弗兰奇空中散步，这算是弗兰奇自己研发的乐步了。乔巴给他在后面地木板，弗兰奇在前面咣咣咣就把台阶给造好了，然后在半空发动弗兰巴铁拳组合技给奥兹重创。伙伴想要什么，弗兰奇就能给造出什么，甚至包括那个曾经被他亲手烧毁的冥王图纸。如今草帽一伙来到未来之岛，弗兰奇的主场应该才刚刚开始，豪华强大的桑尼号，钢铁怪兽的弗兰奇将军，还有各种变态但实用的小技能，你永远可以相信弗兰奇变态可靠的业务能力。说不定能把熊恢复到萨博口中那个温柔的熊的人，正是之后绝活满身的弗兰奇呢。因为草帽团里只有弗兰奇见证过遍体鳞伤的熊保护了桑尼号，如果能那样代表草帽团报恩，那弗兰奇真的 super 可靠了。海贼王中的披风情节，要说海贼王里平时不怎么起眼，但是又无处不在的东西，披风和斗篷绝对要算在其中，甚至可以说10个强者里面能有9个穿着或穿过披风的。其实不光是尾田的一种情节吧，大多人在年少时都有这种情节，只是海贼王对这种情节表现得淋漓尽致。还记得路飞有一句名言，也称披风定律，说就算狒狒穿上披风都是英雄。这句话还给了当时懵懂的乔巴深刻的影响，帮他树立了奇特的英雄观，之后便有了穿着斗篷的乔巴假面。曾经的海上3大势力海军、四皇、七武海，其实还可以加一个暗地里的革命军，他们中间穿着披风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海军里的中高级军官，如参加顶上战争的10万精锐，几乎都穿。他们的外套虽然有袖子，但是他们就算拿来当被子盖，也从来不正儿八经的穿，就专门这样设计的，挂在肩上当披风穿。不得不说倒是挺帅的，尤其是大将们的气势加披风，倒是穿出了无与伦比的压迫感。四皇里面不管新的老的，红发、白胡子、凯多、大妈、黑胡子、路飞、巴基，全部都穿披风或斗篷。路飞以前是不穿的，但是在2年后片头里、剧场版里以及和之国是没少穿，就给人感觉什么是成为海上霸主前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意志，是霸气。什么是成为海上霸主后不可或缺的东西，是斗篷，是披风。真的想说，红发香克斯这身衣服加斗篷穿起来那是绝对的帅。海军那边的大衣是有版型压制的优势的，但是红发能把一件普通斗篷穿成不输分毫气势的份上也是可以了。老牌七武海里7个人里6个穿披风，就熊不穿，但是熊在革命军里是穿的，毕竟斗篷算是革命军的一种制服。这么算的话，七武海各式各样的斗篷披风就是个纯纯的披风大队。革命军的话，毕竟龙本身这么喜欢穿斗篷，整个革命军自然也形成了这种企业文化。要说这斗篷披风到底有啥用，可以说除了帅一无是处，但是只要帅就足够了。如果明哥不穿他那粉红大皮草，气势多多少少会矮一截。由于明哥的大袄子过于深入人心，所以这种同款披风也称多弗时装体系，比如多弗朗明帝就是他弟弟克拉松，多弗朗明姐夏洛特加雷特，少弗朗暗弟尤斯塔斯基德，以及多弗朗明爹百兽凯多。而路飞穿与不穿披风也是2种不同的气势，像是在金狮子剧场版里的黑色大衣，在众人簇拥下
在一阵烟尘中缓缓入场，潇洒霸气，完全可以入选路飞最帅10大镜头之一了。还有剧场版 Z 里的红色大衣，和罗杰的有些相似，颇有一种已然成王的感觉。当时山治是一件黑色的毛茸茸披风，索隆的袍子外面套了件红色大衣，这一套草帽团皮肤应该属于是最接近王团气质的那种装扮。所以总而言之，当路飞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身上不一定要穿衣服，但身后一定不能没有一件披风。海贼王中那些超有个性的专属电话虫。海贼世界里的电话虫除了五花八门的功能和生动形象的模仿能力，还可以给电话虫安装个性化配件。可以看到很多人会精心打扮自己的专属电话虫，自己标志性的记号、服装、贝壳涂装很有个性辨识度。首先来看一下草帽团的，他们的通用电话虫涂装比较简单，贝壳的配色就是路飞草帽的红黄搭配，有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和这样的。定位类似海军通用的蓝白条纹电话虫，从这个基础上衍生出了闭上了一只眼睛的索隆版和眼睛下面有一道疤的路飞版，但这个区别于个人定制，山治和弗兰奇当时就有定制自己的专线。山治的电话虫是有一缕稀疏的刘海，腹部有卷眉毛图案，弗兰奇的是身上有同款疤痕，贝壳上涂装了标志性的星星图案。表面高冷内心狂热的罗，他的电话虫堪称超好看的电话虫之一，不仅戴了一个同款帽子，还有海贼团的标志，贝壳涂装也是自己企业文化的元素，当时留给了明哥保持联系和谈判。明哥的电话虫更酷，模仿了明哥的潇洒和暗黑，曾出现过2个版本，虽然颜色和涂装略有不同，但那种气质如出一辙，加上电话虫戏精级别的模仿，感觉跟视频通话没什么区别。如同视频通话般逼真的还有大妈的电话虫，乍一看还以为大妈把自己的头给摆桌子上了。最搞笑的是，放电话虫的桌子都是根据大妈的身材穿着定制的，脸盲的路飞都惊呆了，堪称是海贼王里的虚拟现实技术。而大妈凯多打电话的时候，大妈的电话虫配上凯多的脸就是这样的，凯多的电话虫配上大妈的脸是这样的。大妈家族的很多人热衷于把自己的电话虫装扮得非常精致，比如卡2的电话虫就非常可爱，同款围脖都缠上了，贝壳配色就是自己夹克加上纹身的撞色搭配。很多人的帽子有特点，他们便把帽子等比例缩小，用于装扮电话虫，比如长子的电话虫、蒙多尔的电话虫、卡彭贝基的电话虫。而且贝基的电话虫还会抽雪茄，有些人则是用了自己的发型和代表色，比如夏洛特·欧文的夏洛特·加雷特，也称多弗朗明姐，直接把自己的披风、发型、头饰全套复制上去了，包括颜色还原度很高。还有蛋蛋男爵的也是如此。凯多阵营这边除了高级干部，大多人是用的和之国电话罗，他们同样拥有模仿能力，只不过智慧田螺好像是一人一个专线，所以百兽团最敬业的客服奎因那边有一大把手下的电话罗，出事的时候东一句西一句南一句北一句，客服奎因能忙得焦头烂额。奎因自己的电话虫长得跟他一毛一样，真是让人没啥好说的了。相比之下，近的就正常多了，贝壳上就加了一些刺状装饰，电话虫颜色贴合自己的火焰属性。刚开始禁止回凌空六子去找大和，所以他们人手一个近的电话虫，不仅可以快捷连线，他们几个居然还能实时群聊办公，聊得可欢了，堪称是海贼世界里的某信和某丁了。电话虫越到后面越变得花里胡哨，其实较早展示热烈的个人风格的电话虫应该是从 CP9 开始，像陆琪的电话虫除了标志性的胡子，贝壳涂装是契合的豹纹配色，还有利爪撕裂的感觉，挺有设计感。还有卡利法的电话虫，怀疑他直接把黑丝截下来了一块，套在了电话虫的壳上。还有几个电话虫的气质比较夸张，主要是主人本来就夸张的缘故。除了大妈的电话虫，像是小一万的继承了主人的浓妆艳抹和一惊一乍，旁边闷闷不乐的白色电话虫是防窃听的。说到小一万，可以顺便看一下蒙奇地龙的，也是革命军通用电话虫，卡普的拖鞋印图腾赫然在目。黑胡子的显然是属于暴发户级别，一身珠光宝气，海盗帽一戴，胡子辫一留，除了牙齿一如既往的缺几颗，其他的和当年那个街溜子不可同日而语了。要说最可爱的电话虫，感觉女帝的电话虫最可爱，别人都是打扮发型、服装、帽子之类的，女帝的还挂了对同款耳坠，也是挺特别的一款，连女帝欣喜娇羞的情绪都能模仿的恰到好处，真是双倍可爱。电话虫也可以随时放生，比如小人族把罗宾的电话虫给放生了，也可以随时抓一只来。弗兰奇表示可以快速改装完成。总之，这些滑稽个性的电话虫是海贼世界中让人印象深刻、非常有趣的一种生物了。四皇巴基可能已经找到了天王，相信大家对之前巴基大神当上四皇这件事儿不是很震惊，更不意外，甚至觉得理所当然。毕竟当上四皇甚至海贼王这话可是巴基自己十拿九稳说的。而关于巴基的背景和那些牛逼事迹也不需要多说，今天就聊一聊巴基可能是怎么当上的四皇。首先，海上皇帝作为大海的一方霸主，想当并不再是开一开直播劫一劫大狱就能当的了。成为四皇有这么几个必备条件吧，有超强的个人实力，
当然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有能割据一方的势力，有能对抗世界政府的资本。老牌四皇红白凯妈，他们的实力早已出类拔萃，但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沉淀自己的势力。其中最年轻的四皇红发香克斯，15岁独自出来打拼，17岁邀请到耶稣部，33岁当上四皇，前后也用了18年的时间。其他的像大妈使劲生孩子，白胡子到处收儿子，凯多疯狂收小弟，这一批属于是时间沉淀型。后来的黑胡子稍有不同，20-30年属于静默期，就等一个时机，但时机一到一波起飞。他干的事儿属实集中且离谱，海底监狱搞招聘，戏耍世界政府，补刀了白胡子，窃取真正果实，公然对抗海军，野心膨胀要把马林凡多沉入大海，后来又虐了白胡子残团，这才晋升四皇。路飞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在鬼岛上起飞，和队友们一口气搞掉俩四皇，才真正成为四皇。而新四皇巴基超强的个人实力他是有的，毕竟最强霸王色运气，不服不行。只是上次露面，巴基还被史铁雷斯中将堵在自己公司里，装完一波就准备溜了，下一次就成四皇了。就想问巴基大神，你到底干了什么屌炸天的事儿啊？在这则新闻没有幺蛾子的前提下，这么短的时间里，能让世界政府如此重点关照的可能性，大概有3个吧。一是救了萨博，二是大闹了玛丽乔亚，三是找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首先救了萨博，如果真是如此，那巴基当这个四皇，大家心甘情愿，佩服。但在世界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个还不足以让巴基成为四皇。巴基又没有威胁世界政府的势力，又没有动摇大海局势，四皇没这么好当啊。毕竟承认一个四皇又不是儿戏，不然路飞早当了。不过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只是前提是巴基获得了足以从世界政府手里抢人，让其为之忌惮的东西。第二，大闹玛丽乔亚可能性较低，毕竟现在海军新本部和玛丽乔亚离得也很近，有赤犬、黄猿等人镇守，而且世界政府还有功夫派绿牛去料理和之国的烂摊子，显然玛丽乔亚不太可能有什么乱子。第三，找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而且一定是那种巨 bug 的东西，那只有天王了。海王白星这个已经明明白白的了，冥王根据最新话来看是在和之国，那这个天王自始至终都是最神秘的一件古代兵器，它是人还是物，又或是本身4分5裂果实原名就叫什么动物系幻兽种天王形态果实，巴拉巴拉的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也没有确切的线索，可能在路飞赠予巴基的那个约翰宝藏里，也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但这件最神秘恐怖的武器由霸王色运气拥有者巴基来揭幕，也还挺合适。获得了天王，就有了和世界政府对抗成为四皇的资本。老沙当初剑指海贼王的前提就是获得超级战舰冥王嘛。不过巴基不可能是无声无息找到的天王，既然他成为了四皇，巴基必然搞出来事情了。那继续往下扯一下，巴基既然选择跑路，就他那运气找到天王不奇怪，可能还遇到了同样被追捕的白二世，用天王解救了被围困的白二世，并与其联手。出动的那些中将自然是打不过白二世，但还记得藤虎当时提到的神秘武器 SS 挂出自天才科学家贝加庞克之手，可以以此击败并替代七武海。世界政府对此胸有成竹。鹰眼女帝那边不好说，但巴基和白二世还算有渊源可循。巴基炫耀一番当年和白胡子联手大闹海军本部什么的事迹，白二是不是白胡子的儿子暂且不论，但见到昔日白胡子的战友，白二和他妈应该不会排斥联手或者利用巴基脱困。而且根据巴基的性格，他以此吸引了一些想利用他的人来合作，比如一直图谋东山再起的老沙，这就会对世界政府造成巨大威胁。这样的话，巴基个人实力有了，霸王色运气，割据一方的势力有了，自己的小弟加上和某些强者联手，对抗世界政府的资本有了，天王，这种危险程度才有可能成为新四皇。这个故事越说越离谱，因为去尝试着猜测一个前几天还是个准备跑路的人，现在当上了四皇这件事儿，只有怎么离谱怎么来。最后还是等尾田的官方解释吧，总感觉真相会更离谱扯淡，是一场闹剧乌龙呢，还是确有其事？但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毕竟是巴基大神，毕竟是尾田的脑回路，再怎么离谱都不会觉得离谱。海贼王中的我吐槽我自己，在草帽团这么一个欢乐团队中，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沙雕之处充满迷之自信，从而也少不了不小心就我吐槽我自己的操作。首先路飞从来不认为自己很能花钱，在用1亿贝利开宴会之前，空岛那会儿一伙人捉襟见肘的时候，路飞说要严肃的批评伙伴们了，多少要考虑一下怎么花钱吧。这句话也迎来了山治的真相，因为全是你的伙食费啊。路飞这才恍然大悟。后来路飞和罗基德第一次联手战斗的时候，看到两人的能力，路飞饶有兴趣的说道，你们的能力还真是奇怪呀。路飞自己奇怪的招式还少吗？可他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所以基德提醒道，你的能力才最奇怪好吧。路飞不认为自己是个莽夫，至少在鬼岛是这样的，好像是拿错了剧本的路飞屡次提醒基德不要破坏警卫们的作战计划，主动去拦住莽夫基德。这些话居然某一天在路飞这里说出来，简直不可思议。不过好在虚惊一场，
进入会场后，很快路飞先猛为敬，对，这才是熟悉的路飞嘛。然后是索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路痴，以至于常常迷路绕回起点，却以为只是个相似的地方而已。像是空岛时期，索隆的迷惑操作，他打算一个人去森林里打探消息，让其他人留守据点，并说常言道，迷了路就应该老实待在原地。这句话让娜美有了一种倒打一耙的感觉，该待在原地的人是你才对吧？果不其然，后来索隆在身边有指南鸟的情况下，绕回了起点。当然，每次索隆落单后，常常会为走散了的伙伴们感到头疼。可是其他人明明都在一起，只有索隆方位不明，到底是谁走散了？索隆最经典的一句自嘲，无疑就是溜达到天龙人的专行道上，一句怎么你要问路吗？震惊天龙人。表面上是自嘲，实际上索隆可能真不清楚自己的方向感全部用来换起名字的天赋去了。接着是弗兰奇，作为变态，他可没少吐槽别人是变态。虽然夸弗兰奇是变态会让他欣喜若狂，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特别的奇怪，反而当初在和草帽团并肩作战的时候，还觉得路飞他们是一群怪人。然后在娜美撕破卡利法衣服的时候，弗兰奇评价娜美有够变态。后来遇到塞尼尔，看到他穿着 baby 装，弗兰奇脱口而出，这个变态到底在搞什么鬼？这让旁边的手下尤为震惊。最变态的是什么？一个变态居然在说另一个变态是个变态。还有布鲁克，自己吐槽自己可是布鲁克的拿手好戏，除了他那个自嘲式的我没有眼睛没有肉的骷髅冷笑话。第一，布鲁克害怕僵尸，嫌人家长得忒吓人，秒了僵尸后一边吐槽好可怕，一边撒腿逃跑。僵尸也是无奈了，我靠，我们还没说你长得更吓人好吧。第二，布鲁克害怕鬼魂。布鲁克作为在恐怖地带混了几十年的老鬼，后来甚至在和之国自己扮鬼，吓得一群人嗷嗷叫唤。然而在恐怖三人帆船的时候，布鲁克却觉得佩罗娜的幽灵太可怕。第三，布鲁克害怕骷髅。要说这东西谁怕，布鲁克都不能怕吧。然而当时布鲁克睡迷糊了，看到骷髅玩偶后，自己却被吓尿了，大呼有妖怪。看来布鲁克虽然时常忘记自己长啥样，但对自己的定位还是非常准确的。还有罗，作为草帽团的盟友，罗的客观吐槽往往是一针见血。然而口嫌体正直的罗，吐槽过的事情，最后往往变成了吐槽自己。比如路飞把新鲜的食物送给简陋镇的人们，罗在那吐槽，海贼居然干好事儿，我都要吐了。这么说，罗干过的好事儿还少吗？给冰火岛的孩子们治病，德岛和之国能脱离黑暗统治，不管是不是罗的原意，反正罗是乐在其中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好一个自己吐槽自己。然后就是说，路飞基德俩傻子肯定会正面嘛，结果到了鬼岛，傻子从2个变成了3个，罗最后也变成了当初他嘴里吐槽的那类人，关键是他还乐在其中。所以这一伙爱互相吐槽的人，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就是自己口中的那个沙雕，莫名其妙就变成了自我吐槽。但是这也是这群人的可爱之处吧。越往后越稀罕乌索普。乌索普刚开始有时候并不怎么讨人喜欢，平时咋咋呼呼，打架的时候又比不上陆索山，打败了阿龙的一个干部，恨不能得跟全村每个人都吹一遍牛批。要说能力，在进入伟大航路的前后，乌索普的狙击才能还没有得到太多施展的机会，而娜美依靠铁拳和航海术，早早奠定了一船之主的地位。那就这样一个东海创业组里的吊车尾，他能成为神，并让人对他有所改观，也绝非偶然。首先，乌索普虽然爱吹牛，但他吹的牛居然都一步步实现了，这就是后话了。当初在梅利号上起事的时候，乌索普和其他伙伴的梦想截然不同，别人的梦想都是宏伟远大的，而乌索普只是哆哆嗦嗦的说想当一个勇敢的海上战士，脚踏实地也朴实无华，不求出人头地，只求突破自我。乌索普内心一直比较自卑，他经常说自己实在是太弱小了，帮不上大家的忙。但反观2年前的冒险，每个地方乌索普都不经意间展示了不同的品格，在小花园奠定了绝境之王的作用。路飞被拖住，山治偷家去了，索隆、娜美、薇薇即将被蜡烛彻底冻结，乌索普灵机一动，想出用火去破蜡烛，他那百宝箱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就这样拯救团队于绝境之中。在阿拉巴斯坦奠定了肉装射手的定位，被老沙的2个手下反复蹂躏，但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说出路飞一定会成为海贼王这句话。最后乌索普用烟雾弹配合乔巴，让敌人误伤队友，获得了干部战的胜利，并喜提木乃伊皮肤。后来重伤的乌索普还惨被娜美废物再利用，并坚强地活了下来。阿拉巴斯坦和空岛也都奠定了乌索普稀奇古怪大发明家的才能。空岛利用小发明和山治一起偷渡上艾尼路的方舟去救娜美，救下娜美后又爬回去救下了山治，之后换来了很多空岛贝，还念叨着想要帮娜美改良天后棒以及提升自己的战斗力。直到水之都得知梅利号无法继续远航后，乌索普迎来了挫折与成长。乌索普主动提出退团，这一点毋庸置疑，乌索普有错在先。不过他并没有看到路飞得知梅利号无法修缮的时候也是非常难过的，但想必乌索普的这一行为并不会引起厌恶。还记得在空岛的时候，那个手持热枪骑喷火鸟的神官修罗入侵梅利号，烧毁了桅杆，打伤了乔巴。
乌索普回来后，乔巴知道乌索普有多在乎梅利号，于是自责地跟乌索普道歉。但乌索普首先是关心乔巴的伤没事吧，并说道：“还好烧的是船，而不是你，船再想办法修补就好了。”可以看到，乌索普一点都不自私，反而孰轻孰重，什么事儿都明白。只是梅利号对于乌索普就等于草帽对于路飞一样的意义，都承载了很多的感情。路飞的草帽坏了，路飞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修补好。那换到乌索普这里也一样，单论感情上完全可以理解乌索普。他和路飞展开了对梅利号所有权的对决，胜负可想而知，但他也要像一个勇敢的海上战士一样证明自己，并夺回自己想要的东西。战败后，其实乌索普也知道梅利号注定无法修缮，但乌索普也是个普通人，也有难以割舍的东西。之后乌索普以狙击王的身份参加了拯救罗宾的行动。战后梅利号来接他们的时候，乌索普大喊着让大家跟着路飞往下跳。乌索普依然是路飞的那个死党，和其他人一样，也是路飞身边忠实的伙伴。道歉回归后，他再也没有自称过船长，反而更加的拥护着路飞。在恐怖3V帆船，乌索普奠定了萝莉杀手的称号，又是在草帽团拿佩罗娜没有办法的绝境时刻，恰恰是他的自卑和消极免疫了佩罗娜消极幽灵的作用，并一路找到佩罗娜的真身，将其击败。2年修炼期间，乌索普为了提升自己，也是没少遭罪，练就了一身线条分明的肌肉，学到了更为先进、千变万化的狙击能力，并在德雷斯罗萨觉醒了超强的见闻色霸气，又是在绝境中拯救了路飞和罗，挽救了即将崩塌的战局。尽管当时的路飞对这件事全然不知，但乌索普却说了这么一番话：ルフィ、気づかなくていい。無事だったなら構わず進め。期间，乌索普被万人敬仰，成了 God 乌索普。他是神，却也是一个常常因为无能为力而自卑的普通人。他老爹虽然是红发团狙击手耶稣布，但乌索普很少提到，那些牛批都是自己吹成真的，剑走偏锋，用弹弓练就了一手狙击才能。就算有天赋，但后期才觉醒见闻色的背后，也都是这一路上不断补刀发育努力后应得的结果。现在的乌索普挂着小号，依旧是咋咋呼呼，贪生怕死，偶尔露两手操作，似乎忘了自己得岛时期的大号密码。不过当团队深陷绝境之时，乌索普认真起来，登上大号，他依然是那个能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的 God 乌索普。草帽海贼团的副船长，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小迷弟巴托见到索隆就管索隆叫副船长，还把索隆给叫懵逼了。在之前1031话的扉页中，官方也算直接明示了这一点吧。雷利和贝克曼这俩是挂了名的副船长，而草帽团毫无悬念的索隆出现在了这张扉页上。草帽团里不缺具备当副船长资格的人，而且一些人在管理经验上比索隆更多。但可以先对比一下，为什么索隆依然是最优选？山治有足够的竞争力，上船之前他是海上餐厅副厨师长，2年前在小花园、阿拉巴斯坦、空岛、司法岛等就已经展示了智勇双全的能力。他明白的事情并不比索隆少，在梅利号事件上也是保持理智，在路飞说气话时，山治及时将路飞提醒，在被团灭的边缘也是毅然决然站在了索隆身前，并屡次充当骑兵。不过相比于当副船长，山治更适合做他的温柔骑士和二副。山治的骑士道精神和柔情性格使然，这一点放在个人身上那绝对是个人魅力，但在领导团队层面上，说白了，副船长更多的是要有站在路飞甚至团队的角度去共同面对问题的狼灭气质。娜美她虽然是草帽团的大姐头，活地图，也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一些大问题上，比如乌索普离开和山治结婚，娜美也是懵逼的，需要仰仗路飞去处理。她更适合管理生活和经营日常，也就是类似贤内助的定位。乌索普除了梅利号那件事儿，他从不吝啬表达对路飞的忠实感情，看得出来乌索普很在乎路飞，而且多次绝境中帮路飞和伙伴翻盘。他现在有资格当副船长，但有一说一，要说实打实的领导力，乌索普还是适合当人人敬仰的神更好。其他的草帽团除了索隆和慎平，都多少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容易被感情绑架。当然不是说当副船长就得六亲不认，而是在草帽团这样一个性情团队里，一定需要一个特别理性看事情的人。那就看索隆行不行。罗宾离开时，索隆冷静分析原因；乌索普离开时，索隆冷静维护人心；山治离开时，索隆冷静思考局势。除了找不到自己的房间和被芥末呛到了会让他不冷静外，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伙伴暂时的出事儿并不会打乱他的思绪。毕竟副船长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当队友甚至船长沦陷时，自己能顶上去肩负起重任。在威士忌山峰时，当草帽团其他人都沉迷于暗流涌动的宴会时，看似喝醉的索隆并没有被酒精所麻醉，一个人站出来解决了100个赏金猎人，破除了危机。在阿拉巴斯坦之后，罗宾上船，当初巧妙地讨好了路飞他们，只有索隆一直隐隐感觉这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把对罗宾的警惕保留到了司法岛篇。在乌索普问题上，索隆坚持乌索普不道歉就不能让他回归。话说副船长这个职位
并不是什么光鲜的活，尤其是在草帽团当副船长这个大冤种职位，甚至比船长操的心还多。有时候为了原则性问题，要替路飞说一些难听的话，替路飞干一些得罪人的事儿。毕竟路飞上一秒生气，下一秒就可以原谅的随性性格，需要有个人和他性格互补。索隆横刀立马，坚守原则，但索隆霸道之余又不想功高盖主，懂得维护船长至上的威严。副船长的觉悟也是很明显了。恐怖三维帆船，硬刚七武海雄，即使没办法解决这个 bug， 索隆也决绝地说出用自己的命换路飞活下去这种话，得到了熊的好评，硬扛伤害，最后淡淡的一句什么也没发生过。2年后，索隆依旧是路飞身边最得力的打手。关于索隆的担当、决心、信念，也不需要说太多，从头到尾，索隆依旧是那个索隆。至于其他伙伴，并不是说他们不如索隆优秀，甚至有些人比索隆会的还多，只是他们更适合胜任自己擅长的职位。就比如充当大冤种，去说一些破坏气氛的话，也就索隆去敢说。当罗宾回归时，大家感慨万千，索隆却出来煞风景，表示这些无聊的话等逃出去再说也不迟，然后被一顿惩戒。山治被威胁去了蛋糕岛，所有人都在担心山治，索隆又出来泼冷水，被吐槽无情无义。索隆真的不在乎伙伴吗？显然不可能，索隆只是想让大家冷静下来。这一点上，能和索隆竞争的还有慎平。佩德罗自爆后，布鲁克、娜美、乔巴、加洛特全部都在灰心沮丧。布鲁克觉得慎平和他们共处的感情不多，不在乎佩德罗的死活。慎平说了一番话，意思是佩德罗的牺牲是为了大家，这可是四皇的地盘，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如果在这儿颓废的哭泣，是对伙伴牺牲最大的侮辱。最后，慎平鼓舞了大家，让大家有了动力。和索隆比，慎平在外面连船长都当过，只是加入草帽团的时间点很晚，情怀上自然比不上糟糠之妻索隆。而且慎平现在还在适应当中，虽然有变成沙雕的趋势，但对大伙还不是特别熟悉，被路飞索隆莽夫劝架路痴找人的操作给整懵逼了。尽管索隆慎平他俩的气场和性格有一些重合，但如果就选一个，想必索隆还是更适合的那一个。所以综合来看，草帽团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能力，但要说谁能胜任这个副船长，其实只有一个最合适的，那就是索隆。最后关于明不明确副船长这个事儿也不是很重要吧，草帽团平时相处起来就是家庭或者伙伴的关系，路飞即便是船长也都是人人可以欺负的，他们没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这样的草帽幼儿园岂不是也挺好？把路飞介绍给全世界的那些人，这一路上路飞声名鹊起，赏金提高，主要是靠自己做出来的，不过额外的也少不了路飞的形象宣传大使们致力于将路飞介绍给全世界。首先就是艾斯，在艾斯早期的冒险中，他闯入鬼岛和大河不打不相识，成为了要好的朋友。艾斯兴奋地向大河介绍起3年后要出海的弟弟路飞。在艾斯这里，从他的语气中，那已经不是在介绍路飞了，而是自豪地在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弟弟路飛。他也坚信路飛一定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海贼。きっと強大な存在になる。君の話、何回弟が出てくるんだ？何回でも聞けいいだろうが。こんなやったらやめろ！正因艾斯大河有这么一段渊源，多年之后，路飞来到鬼岛，大河迫不及待地想和路飞见面，并表示自己一直在等他。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当时还让路飞倍感懵逼。艾斯与大河分开后，不久之后，艾斯遇到了白胡子，后决定留在白胡子海贼团。在路飞首次悬赏3000万贝利的时候，艾斯拿着路飞的悬赏令，高兴地向白胡子炫耀。見てくれ親父，これ俺の弟なんだ。不过乌索普大神这个脑袋是真抢戏，仔细一看，艾斯只到了乌索普脑袋上。不过话说回来，艾斯当然知道当时的路飞在老爹那里也就是个排不上号的小海贼，但艾斯依然无比自豪。艾斯有多宠路飞，那真是溢于言表了。只是现在的路飞已经名扬天下，而当初那个3句话离不开我弟弟的大哥已然不在了。巴托洛米奥作为路飞的小迷弟，巴托宣传路飞的方式就无比喜感了。他们的前进路飞前辈号整合了草帽团的一些标志性元素。巴托俱乐部的2号人物是个传教士，他们要传播的教派就叫路飞前辈教。德雷斯罗萨之后，巴托一伙人来到了四皇红发地盘上的一座城镇，征服城镇后，一整个海贼团就干起了推销，只为了让大家人手一个路飞形象的胸章，然后在这里还把红发的海贼旗给烧了，这算是帮红发连海贼旗也给堵在新时代上了，并举起了草帽海贼团的标志。这一波操作真是让巴托给干绝了。不知道红发来视察后，看到自己地盘上的海贼旗被烧了，这里的人都佩戴着路飞的徽章后会是什么反应？科比作为路飞的另一个小迷弟，因为立场原因，他不能像巴托那样大张旗鼓，但也是私下里疯狂向队友安利路飞，比如海军卧底德雷克，在凯多阵营里面露出马脚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想起科比小弟跟自己灌输的信仰，有困难找路飞。打进来的路飞和冲出来的德雷克刚打了一个照面，德雷克就请求加入，请求入坑。お前たちと共に戦わせてくれ！
路飞又懵逼了，咱俩很熟吗？路飞就寻思，怎么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来找我呢？这都是谁给宣传的呀？红发香克斯，雷利能成为路飞的师傅，很大一方面也因为红发的安利吧。大概10年前，红发和雷利见了一面，雷利发现那时红发的左臂和罗杰给他的草帽都没了。红发也直言，他在东海遇到了一个小鬼，他说了和船长罗杰一样的话，在他身上看到了罗杰的影子。正因如此，雷利有了期待。多年之后，雷利跟路飞说，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红发也把断臂这事儿跟白胡子说了后，白胡子见到路飞时，也对艾斯的这个弟弟能让红发赌上一臂的小鬼充满了好奇。然后是路飞武皇的背后推手新闻王摩根斯，跟前几个发自内心的自豪、崇拜、信仰、欣赏不一样。摩根斯宣传的目的都是为了钱和职业，虽然摩根斯的报道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也有拒绝贿赂、该报就得报的原则。他把路飞大闹蛋糕岛的事迹添油加醋，宣称路飞是第5位海上皇帝，也促使路飞的赏金飙升到15亿，声名大噪。路飞毕竟征服了卡尔，15亿赏金倒没什么，但当时路飞跟4皇的差距还很大，所以5皇推手摩根斯也被称为最强陆吹。另外，路飞的形象能一步步的让四海皆知，还得多亏了海军不断更新发布的悬赏令，而且路飞每次的悬赏令照片都是活泼开朗，充满正能量，亲和的完全不像个海贼，是最直白的性格介绍。所以一直以来，海军才堪称是路飞最牛批的形象宣传大使。海贼王中10位海军的正义，海军虽然隶属于世界政府，但由天龙人主导的世界政府出发点就是维系自己的统治，而海军不仅有一定的自治权，观念也相对清流得多。很多海军都贯彻个人内心的正义，往大了说，就是为了攘除凶恶的海贼，还天下一个太平。毕竟绝大多数海贼都是无恶不作的，这一点在顶上战争后平民百姓为海军欢呼就可以看到。海贼在民众心里一向是固有的恶人形象，所以海军怎么说也不是反派，只是海军内部也不太平，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派系，正因他们对正义的理解各不相同。首先是鹰派的代表人物赤犬，奉行彻底的正义，彻底体现在兴风作浪者杀，扰乱军心者杀，有作乱嫌疑的人错杀1000不放过一个也要杀。平心而论，从原则上，身为海军将领，处理海贼和逃兵不能作为赤犬的黑点。赤犬不讨喜的点，主要是有些事情明明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赤犬往往一棍子打死的办事态度。当然，赤犬当上元帅后，也极力的在改变一些东西，展示了一些管理能力，当然也是建立在强硬的正义观上。比如 One Piece 是真实存在的，引起了又一波的海贼井喷，赤犬就将海军本部迁到新世界震慑海贼，海军进行了世界大征兵。说白了，对藤虎绿牛的选拔，赤犬是主考官。只不过顶上战争那4个演员已经让赤犬够的了，这转眼又招进来一个演员和一个疑似演员，那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于明哥勾结世界政府搞假消息，赤犬也是有勇气敢找吴老星去挨骂，虽然被骂得灰头土脸，不过赤犬雷厉风行的风格确实也是以海军本身的发展为中心，寻求了一些改变。说完了鹰派，那就再说说鸽派。当然这个鸽只是对路飞他们鸽。前元帅佛之战国，2年前的战国妥妥的是鹰派作风，和赤犬差不了多少，只不过他有3个时期的正义，从早期君临于世的正义，到后来绝对的正义，现在卸任元帅后就彻底佛了，类似于退休的正义。主要还是顶上战争后，世界政府能干出隐瞒推进城越狱事件这种事儿，让自以为一直站在正义艳阳下的战国如梦初醒，彻底对黑暗的上级失望。在那之后，战国推荐了青雉当元帅，把拿命打晋级赛的赤犬狠狠地演了一把。后来他能和罗聊聊家常，内心比谁都鸽，只因曾经在元帅这个不好当的职位上，很多事情也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罢了。原海军大将青雉，他也有3个时期的正义，早期燃烧的正义，后来懒散的正义，现在属于是去探索正义了。2极反转只因为奥哈拉事件后，他对世界政府所谓的正义有了怀疑，对自己追求的正义有了迷茫。emo 了的青雉从海军大将变成了哲学家，后来在元帅之争中落败，退出海军。他加入黑胡子的目的还并不明确，但想必有一点是他一定要做的，他想见见更多的人，看看更多的事儿，用不同的角度完整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审视正义，顺便给老师修一座华丽的坟。大将藤虎贯彻充满仁义的正义，藤虎的正义观看起来比较柔和，但也不完全是。在废除七武海的态度上，藤虎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定不移。在这方面，藤虎甚至也可以算鹰派，但藤虎爱憎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为此也可以放下面子。如此张弛有度的做派，也是大家普遍认可的。贺中将奉行清新爽朗的正义，或者说纯净的正义，正如他的吸果实能力，洗涤心灵，消除内心的邪恶，给每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但不代表放纵海贼。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明哥，看到贺中将撒腿就跑，这是何种的阴影？大将黄猿贯彻模棱两可的正义，黄猿还是很精明的，因为只要有立场，就会有冲突。黄猿干脆直接远离内卷，就地躺平，打卡下班，摸鱼划水，但又审时度势，模棱两可，进退自如，远离了纷纷扰扰。有的人生观，有的人远走，
而黄猿还是当他的大将，稳得一批。原大将泽法，泽法又被称为不杀的大将，一生讨贼无数，却没对一个敌人痛下杀手，也可以称为仁慈的正义。不能怪泽法的仁慈酿成了后来的悲剧，毕竟坏的是海贼啊。但有时候一味的心软也不见得是好事儿。另外，基尔支部中将古米尔贯彻从容不迫的正义，在原创剧情中，卡普战国的老战友普罗迪中将贯彻的是张弛有度的正义，剧场版里的孔明中将贯彻的是谋略的正义。还有像卡普、斯摩格这种，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正义观，但看得出来，卡普、斯摩格都是原则上态度强硬，但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相对柔和的正义。海贼终究是海贼，但人却也有善恶之分，而这种正义观也正在成为海军中的主流。海贼王中的那些纹身爱好者，在海贼王中，很多人身上都搞了一些很酷的纹身，不过这些纹身除了帅，还几乎都有他们各自深刻的含义。狂热的纹身爱好者注定少不了罗。罗他从手指、手背、手臂到前胸后背全都有纹身，除了代表自己海贼团的企业文化，更重要的是几乎都是在纪念恩人克拉松。手指上的 death 意为死亡，双肩和前胸都纹有桃心图案，除了匹配自己手术果实的形状和心脏海贼团的名字，其根源都是为了纪念罗此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克拉先生克拉松。这个代号在西语里意为心脏。还有包括罗的潜艇上、海贼旗上、衣服上都有一个笑脸标志，在罗的身上也不例外，前胸后背都纹上了，有区别于民歌堂吉诃德家族的标志。罗这个笑脸的意义来源于克拉松最后时刻和罗告别时的笑容，罗则是用这种方式来永远怀念克拉松。然后是艾斯，艾斯左臂的纹身一直以来都有好几种说法，都挺有意义。不过艾斯的左臂这个纹身在他遇到白胡子前就已经有了，所以比较合理的含义是这个被擦掉的 S 很像当年萨博出海时的海贼旗，所以艾斯是在悼念萨博，毕竟艾斯以为萨博已经死了。剩下的 ACE 就是自己的名字，在扑克牌里也是王牌的意思，也对应了艾斯出海后组建黑桃海贼团的扑克牌企业文化。之后遇到了白胡子，决定留在白胡子海贼团，背上也就纹上了白团的标志。夏洛特家族看样子他们更喜欢色彩鲜艳的纹身，大妈的手臂上有一个双重爱心，下面还有一个小星星。大妈的第14女斯木吉，她的大腿上有一个玫瑰纹身，点缀她的3米大长腿。卡塔库利的手臂上则是有一个图腾风格的纹身，一个骷髅图案，背后还有延展出来的翅膀图案，加上侧腰的竖杠，这个纹身和她的身材肌肉堪称是绝配了。还有一些人的纹身简单粗暴，一目了然，比如佩吉万的，他在胸前就纹了自己的名字，与他相似的还有 X 德雷克，他在胸前纹的就是 X。 福兹福胸口上除了螺旋花纹和眼睛的图案，也纹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凌空六子的名字均来自各种卡牌游戏，福兹福谁是谁这种名字就像有人叫狼人杀和斗地主一样，就显得非常奇特。还有奎因手臂上百兽团的标志下面也是自己的名字。山治的姐姐雷九大腿上纹了数字66，代表吉尔玛66。还有一些人酷爱樱花元素纹身，大概有2种含义，一是对武士来说，樱花是忠君爱国的体现；二是有黑帮背景的人喜欢搞像菊花、樱花这些花的图案，比如光月家臣赤鞘武士九天丸，以及曾经和之国家喻户晓的黑帮老大花之兵五郎、现任海军元帅赤犬，3人身上都有大片樱花纹身。九天丸本身也是黑帮出身，后被玉田收服，但一直都是黑帮和山贼头领，而兵爷的威望更是能让当年的玉田尊敬仰慕。赤犬也是，不仅衣领上有樱花图案，身上也有樱花纹身，右边是一把剑，代表正义。比起当海军，赤犬更像是混黑帮的。不过赤犬的原型演员菅原文太本就是黑帮片专业户，赤犬更像是个黑社会，也可以理解。还有一种狠人是往自己脸上搞东西，那就是脸上有个图腾的蒙奇地龙。因为罗杰处刑的时候他脸上还没有东西，所以就有个梗，后来龙不是回过一次故乡东海吗？卡普看着这个成了世界最凶恶罪犯的逆子，瞬间气不打一处来，一脚就踹到了龙的脸上，从此龙脸上就留下了卡普的拖鞋印。不得不说，确实很像某种鞋底板的纹路。还有一些人并不喜欢纹身，只是被迫留下了一些图案或者烙印，比如为了救村子忍气吞声加入阿龙的娜美。最开始是阿龙海贼团的标志，当时姐姐诺奇高为了安慰娜美也搞了一些纹身和娜美作伴，让娜美颇为感动。后来被路飞解救后，娜美将纹身改成了橘子和风车。像太阳海贼团和女帝他们身上都有象征奴隶的飞龙之体烙印，是一段屈辱的过往。不一样的是，泰格他们在外面又烫了一圈花纹作为掩盖，很像是太阳。路飞的3D2Y因为当时实力不济，迫不得已将重聚时间从3天改为2年后，通过报纸彼此通知大家这个消息。这个纹身的作用仅此而已，没有在路飞身上停留太久，可能只是一种纹身贴。总之，海贼王中还有很多人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纹身，像凯多的龙鳞大花臂等等，是一种装饰，也各有独特意义。纹身也当属是海贼王中一大有趣的特色了。路飞不讨厌的敌人，路飞的性格往往是要打就打，对事儿不对人，不会以别人的立场判断人的本质。但路飞也不是烂好人，
像陆琪、赤犬这种死追不放还很极端的正义，夺他伙伴杀他亲人的对手，路飞也是会记恨的。不过一个人本身的正直，路飞却可以与之共情。第一，元大将泽法。泽法因为对海军绝望，对海贼痛恨，走向了一条极端的道路。他要毁掉新世界，还夺走了路飞的草帽，妥妥的路飞的死敌。虽然青雉透露了一些内幕给草帽一伙，但路飞表示他做他的，我干我的，草帽必须还我，海贼王我必须当。泽法和路飞最后来了一次信念的对决，路飞最终拿回草帽，开心的笑了笑，泽法也打痛快了，重新审视了路飞，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仇恨。泽法本质上并不坏，也不极端，他明白了路飞只是想要自由和梦想，是个好孩子。泽法让路飞继续去冒险，自己对抗大批海军，为自己的信念做一个了断。路飞不仅一口一个亲切的大叔喊着，远去的路飞久久望着泽法的方向，这已经不仅是不讨厌了，更多的是尊重。第二，大将藤虎。路飞和藤虎第一次相遇在德岛赌场，那时候路飞不知道眼前这大叔是海军大将，但藤虎知道这是草帽一伙，还知道路飞是个好孩子。后面路飞的所作所为，藤虎虽然看不到眼里，但都记在心里。路飞算是帮政府收拾了个烂摊子，以至于最后藤虎去抓路飞也是各种忍不住放海。路飞看藤虎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出于堂堂正正，什么我要放技能了，我要揍扁你了，都要事先提醒藤虎，还直言并不讨厌大叔你，搞得藤虎既无语又想笑。最后放走草帽一伙，还很遗憾不能看看路飞的样子，想必一定是一张善良的脸吧。第三，G5中将斯摩格。路飞和斯摩格从死敌到队友，与其说斯摩格经常站在路飞这一边，不如说斯摩格始终站在正义这一边。尤其是阿拉巴斯坦，路飞也是对斯摩格说出了我并不讨厌你啊这种话，完了还在那儿给的笑，斯摩格也是很无语。第四，元大将青雉。路飞遇到的第一个海军大将青雉当海军的时候，他对路飞手下留情多少次了，路飞那是亲身体会。虽然没有对青雉说过我不讨厌你什么的，不过青雉应该也属于路飞不反感的原海军。路飞不讨厌的海军还挺多的，再比如科比、贝鲁梅伯，路飞科比之间还有一个大将之约。总而言之，感觉除了赤犬就没有让路飞特别膈应的海军。第五，老沙。起初老沙和路飞打到各自急眼，但只能说缘妙不可言。老沙从一个要路飞命的人变成路飞的救命恩人，路飞不至于多喜欢老沙吧，但对路飞个人而言，他没有理由再讨厌老沙了。而且正所谓老沙出品必属精品， Mr. One、 小冯、三哥、罗宾开始都是老沙的人，但他们本质都不坏，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帮助过路飞，更是好多次救了路飞的命。罗宾还成了路飞的伙伴。一开始立场不同不重要，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老沙可以说也是路飞的恩人之一。第六，卡塔库利。卡二从对路飞不屑到认真对待战斗，再到自废一颗腰子和路飞公平对决，卡二是个可敬的对手，他也慢慢认可了路飞，直到最后两人依旧有继续战斗下去的余力，只是卡二被路飞的决心和气势所折服，自动认输。路飞嘴上不说，不过他将外层的帽子盖在了卡二老师的嘴上，以表对卡二的 respect。 路飞如此郑重地致敬一个把自己打得很狼狈的敌人，卡二老师这是唯一一个。第七，凯多。原因是这俩人在屋顶上单恋，还笑，看着还打出感情来了。路飞觉得酣畅淋漓，越来越有意思了。凯老师附议，就怕路飞来一句凯多成为我的伙伴吧。路飞也没有理由讨厌凯多，仔细想想，路飞对凯多的个人怨恨还不如路飞对大妈对黑胡子的重。凯多起初又没伤害路飞伙伴，也没针对路飞，反而是路飞打完凯撒打明哥，把凯多惹毛了，只因为罗当时说的拉凯多下马的提议。而路飞想成为海贼王，就至少要干趴一个四皇，顺便管一下和之国的闲事儿。路飞没有像赤鞘武士那样带着仇恨去打凯多，也实属正常，毕竟只是为了完成主线任务。除了这些，像巴基啊、凯撒啊，一开始都是路飞的敌人。巴基曾经弄坏过路飞的草帽，凯撒拿孩子做实验，只是后来也都帮过路飞，甚至救过路飞的命。现在也不能说是一伙的吧，反正路飞说不上多喜欢他们，不过也绝不讨厌。鹰眼曾经评价过路飞，路飞拥有这片大海上最可怕的力量，能把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变成自己人。确实，战后连鹰眼自己都免不了和草帽团沾亲带故了。总而言之，在这场冒险中，除了赤犬，大家都可以是自己人。顶上战争中的放海大队。顶上战争，海军这边虽然是顶配阵容、豪华牌面，但最后海军可以说是白忙活一场，把路飞放跑了，白胡子战死，但真正果实被抢了。One Piece 是真实存在的，让巴基给直播出去了，后患无穷，海军直接战略上大失败。顶配阵容根本是力没往一处使，那就不得不说到各怀心思的放海大队了。海军这边虽召集来5个七武海，可女帝是来帮自己老公来的，明哥是来凑热闹的，碰到老沙光想沙县小吃这事儿了，更没心思打架了。熊当时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识，但除了事先让贝加朋克给自己做了保护桑尼号的程序，是不是还安装了划水的程序？总之，熊本尊当时出镜的次数很少。莫利亚被慎平秒等同于全场划水，鹰眼看起来是最卖力的一个，
但仔细一看，全场都跟路飞在那玩老鹰捉小鸡，还赞叹路飞有着令人恐怖的力量，有把别人变成自己人的迷之气质。好基友红发一来，鹰眼给个面子就溜了，演技绝对在线。其中几个七武海总共打出的那些伤害，还几乎全扔在小奥兹身上了，其他时间真就是各玩各的。再就是三大将，这三个人正义观各不一样，中途打得热火朝天，三个人还在那互相吐槽呢。一开始青雉黄猿身先士卒，率先去和白胡子对线。赤犬一看，行，这俩哥们儿能处，有事儿真上啊。结果等后面赤犬跟白胡子对线，让白胡子逮住一顿猛锤，青雉黄猿这俩人早就闪得远远的，找不到人影了。别说他俩了，卡普战国也在那看戏啊。如果单看青雉和黄猿，他俩就已经很演了，而如果把青雉和黄猿两人的行为结合起来看，那他俩这个双黄真是演绝了。青雉最开始被白胡子震了一下，下来把内湾冻结了，这个战术明显对海贼方更有利。白胡子的船虽然不能动了，但白胡子他们既然来了，救不出艾斯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困兽之斗只会更顽强。黄猿呢，跟马尔科对线，明显感觉黄猿是自己翻回去的。退一步说，黄猿是被马哥踢下去的，关键黄猿落地还自爆了。反正黄猿没把马哥怎么样，倒是把自家的墙给炸塌了一块。这一波就是青雉铺路，黄猿拆墙，他俩早就看赤犬不顺眼了。后面除了奥兹压住了一块包围壁，青雉的兵还阻碍了包围壁的升起，耽误了很多时间。赤犬吐槽青雉，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路飞直面三大将的时候也是，赤犬刚想动手，黄猿光速过去，接着就是一脚把路飞给踢得远远的。后面也是青雉拦着赤犬，主动跟路飞对线，能秒不秒，还跟路飞说卡普对自己有恩什么的，然后在事先察觉的情况下，一脚让马哥给踹掉线了。两人一左一右，很长一段时间硬是让赤犬没摸到过路飞，怎么看怎么像是保护少主行为。接下来就要欣赏双大将的组合大招，摁不住一艘潜艇了。要知道当时青雉在长链岛可以轻松冻住很大一片海域，黄猿后来大招苗泽法也是一点不手软吧。而顶上战争呢，青雉把罗的潜艇撵到了最大马力，黄猿大招接上，直接把青雉的兵全给干碎了。关键瞄潜艇那是一发没中啊，两人一前一后完美配合，这下海军想追都追不上了。完事儿黄猿还在那儿说风凉话，说要是这样都能给他跑了，那只能怪我的见闻色太牛，哦不，只能怪他们运气太好了，把满脸是血的赤犬都给整无语了，也是绝了。卡普和战国两人的操作前后相比演得更过分，两人面对面居然拦不住一个2年前的路飞，这真是比青雉黄猿的大招还离了个大谱。完了，卡普还开启队友伤害，要揍赤犬。战国的能力明明能和阵阵果实有一战之力，但赤犬被白胡子揍的时候，战国却6神装挂机，赤犬脏活累活挨骂的活是全干了。打完之后，战国还推荐了青雉当元帅，赤犬当时就感觉太他妈难了，一个人在对抗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演他，所以卡普、战国、青雉、黄猿、赤犬、五黑，一个真心想晋级的人加4个演员，海军到最后真没占到什么便宜。这么看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海贼王中尾田最喜欢捧的6个人，第一，虽说主角在成长，他的老对手们也在成长，但当一个老面孔再次登场后，突然变得看起来更厉害了，还是不禁让人感叹，我丢，他干了什么变得这么牛逼了？可恶，被他装到了。比如陆琪，尾田是真的喜欢捧陆琪，当时还是 CP9 的他，被路飞2档差点突的没命了。扉页故事里被斯潘达姆甩锅，后被海军追捕。2年后登场，摇身一变，一袭白衣已然成了 CP0 的长官。CP0 的人在鬼岛打败了德雷克和三鬼，阿普逃跑。虽然不能说明 CP0 很强，但至少当时的 CP9 已经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了。而且陆琪在世界会议期间一脚把老蔡干飞了，怒摔灵活的小人族。老蔡好歹也是8宝水军栋梁，草帽大船团3号船当家的，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只能说是 Baby Five 单防住了老蔡。包括在尾田参与的剧场版里，陆琪出尽了风头。黄金城里仗着头上有世界贵族，很不屑的命令赤犬。狂热行动中，萨博、斯摩格组合技干断巨型巴雷特一只手臂，陆琪后面一记拦脚就彻底破坏了巨型巴雷特掉落的手臂，阻止了巴雷特再次合体。不光是在萨博面前秀操作，还碰瓷儿鹰眼碎陨石的操作。陆琪被称为 CP9 800年来最强者，有很大潜力，但尾田捧他也是看出来了。第二，这个人身边很多人都比他有魅力，但他确实强，这人就是赤犬。赤犬的原型是演员菅原文太，是尾田很喜欢的演员，捧自己的偶像也无可厚非。可以说顶上战争其中一个方面也是为了更好的让赤犬展示，青雉、黄猿在之前都陆续展示能力了，赤犬在这场战斗中登场可谓是杀红了眼。最后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残团，边上还混进来一个老沙，后面赤犬居然还拿下了一个队长。地震和火山喷发都是破坏力超强的灾害，一个是白胡子的能力，另一个就是赤犬的。漫画中两人过招虽然短暂，但更加的残酷，结果虽然都是赤犬被白胡子打入裂缝，但也可见赤犬才是海军方的主角。全场下来3个大将2个衣服微脏，尾田是把 MVP 的战绩全让给赤犬了，然后就是赤犬和青雉对决后，赤犬夺得元帅之位。
第三就是当一个新角色出现，发现他身上居然有着所有 bug 级别的配置，比如光月玉田。玉田有三色霸气，这是百万里挑一；玉田有倾听万物的能力，这可以媲美海贼王，还能看懂历史正文，因为这就是光月家族雕刻的文字，这个连罗杰都得靠他。最后也到达了拉夫德路，要不是罗杰白胡子在实力上能压玉田，感觉玉田身上的硬件妥妥的海贼王配置。光月玉田和武士情节也是贯穿整个和之国篇的情感核心，草帽团之间的情感反而不是最主要的了。和之国篇的篇幅远超之前任何一个篇章，足以看到尾田对和之国和光月玉田的重视程度。第四，最开始虽然是在做坏事儿，但当他身上的魅力被挖掘出来后，他的魅力反而盖过了他以前的恶。比如老沙算是败得比较早，但后面尾田用扉页故事以及单张扉页对老沙的另一面的性格做了一些小补充，比如怕水的老沙给一只八哥撑伞，在顶上战争中老沙更是大放异彩，就气质这一块拿捏的没毛病。之后老沙逍遥自在，偶尔出现就是在看报纸，老沙并没有被放弃，后面很有可能老沙还会登场。第五，在 SBS 中，尾田除了说过赤犬的原型是自己的偶像外，印象中好像还说过喜欢巴基。没错，巴基靠着霸王色运气屡屡封神，除了顶上战争开直播当上七武海这事儿，巴基时常出现在白胡子的回忆中和谈论中，往往和罗杰、卡普、战国、红发等人一起出现。巴基大神的资历确实牛逼，尾田也是真的喜欢巴基。第六，成长速度碾压主角的黑胡子，从0赏金的混混到22亿多赏金的四皇，顶上战争中获得第2个果实能力，也有可能之后能吸收第3个果实。最开始就是要把黑胡子捧成最后的终极 BOSS 之一，再加上简直是开挂般的捡火般的操作，路飞那种拿命换火般的真就不算是开挂了。总的来看，尾田去捧一个人，除了个人情怀也有剧情需要，但不得不说塑造的都非常出彩，最吸引人的终究还是这些人他们本身的魅力。海贼王中的8个强大家族，首先是自身实力和人脉很强的蒙奇 D 家族，卡普、龙、路飞这3个人虽然横跨海军、海贼、革命军3个势力，但同样讨厌天龙人，最后祖孙3人联手对抗天龙人也不是没有可能。这3个人不仅在各自的圈子里是扛把子的存在，所关联的人脉更是非常广。海军英雄卡普在海军里虽说不至于是说话都有人听他的地步，但至少威望很高。不管是年夜饭的梗，还是路飞结婚的玩笑，反正海军本部每次就剩赤犬一人就对了。赤犬不开心可以去搜啊。龙的革命军有参谋总长萨博，另外还有东军贝洛贝蒂、西军莫里、南军林德伯格、北军乌鸦、伟大航路军小伊万5大军队长。革命军分布在世界各地，人数应该也不会少。路飞除了有大船团外，友军可以说也是遍布世界，上到万米空岛，下到万米鱼人岛，沙漠之国阿拉巴斯坦，热情王国德雷斯罗萨，喷泉之下的水之都，瀑布之上的和之国都稳稳拿捏。前后11个七武海里，至少有一半是跟路飞这个8武海沾亲带故的。四皇红发是他的引路人，海贼王右腕是他的师傅，凯撒当时拿凯多和明哥跟路飞比背景，格局小了。第二，原4皇之一的白胡子海贼团，白胡子喜欢到处收儿子，除了没有血缘关系，本质上和家族没什么两样。白团不仅有众多有实力的队长们，麾下的43个新世界海贼团一出来也是够有气势。虽然白团在顶上战争损失惨重，但一个黄团就敢单刷整个海军的顶配阵容，还是非常值得 respect 的。第三，梦想要收集到所有种族的夏洛特家族，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海贼团。4皇大妈有43个丈夫，39个女儿，46个儿子，把自己从一个窈窕淑女生成了一个油腻大妈。虽然大妈的家族是4皇团级别，但跟蒙奇 D 家族比起来还是不够看。所以当时有一个梗，说山治担心大妈威胁路飞的家人，其实路飞想说，你回来做你的饭就行，社会上的事儿你少打听，我什么背景水之都不知道了吗？第四，800年前就创造了历史正文的十公一族光月家族，光月家的代表人物光月玉田和光月家臣赤鞘九侠。光月玉田和白胡子罗杰这俩传奇海贼堪比拜把子兄弟，玉田也是罗杰成王路上的功臣。此外，光月家族和毛皮族也有深厚的感情和渊源。第五，侧重于地下世界生意，黑白两道通吃，维系统治的堂吉诃德家族。除了卧底在这儿的弟弟克拉松外，其他人和明哥也没有血缘关系。以明哥为首，他们进行人口买卖、人造及其他恶魔果实、军火武器等生意，客户可以说是遍布世界。世界政府、凯多、大蛇、其他国家和海贼均有涉及。慈善家明哥喜欢把可怜孩子捡回来培养成干部，比如德林杰、巴法罗、Baby Five、莫奈、砂糖和早早脱身的罗，年轻的这些全部都是。第六，注重科技改变生活、变异逆转人生的文斯莫克家族。很早之前，文斯莫克家族统治的杰尔玛王国在北海属于第一强国，后来明哥的堂吉诃德家族早期也在北海起家，势力不断扩张，文斯莫克家族被卷得有些招架不住，退出北海。加治曾经和贝加庞克、奎因是同事，后将血统因子技术用于改造自己的子女和军队身上。蛋糕岛篇，加治想借助和4皇大妈联姻，让杰尔玛重振雄风，统一北海。蛋糕岛事件之前，
吉尔玛也属于世界政府加盟国之一，而且加治的话语权还不小，可以让世界政府把山治的悬赏令改成只许活捉。第7，青椒家族。青椒30年前赏金已经达到了5亿4200万贝利，还拥有3色霸气，也属于上个时代的大海贼。在德岛，老蔡觉醒了祖传力量，继承了八宝水军栋梁之位，后成为草帽大船团的3号船船长。不过除了八宝水军，还有2宝水军等这种编号的兄弟团，一言不合就请水军，青椒家族的弟兄也不少。第8，出过著名断刀将和斩龙武士的双月家族。双月家族和光月家族齐名，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一个强大的剑士家族。索隆手上的河道一文字和研磨均出自双月耕三郎之手，而且索隆身上总是能看到龙马和牛丸的影子。不过尾田否认了双月牛丸是索隆他爹，可能真的只是宿命论吧。如果真的有血缘关系，草帽3大主力的背景可谓是个个显赫，在血统论上越陷越深。海贼王里的霸气体系的演化历程，如果用现在的认知去理解，霸气早在红发救路飞的时候就出现了，霸王色霸气，但显然早期是没有霸气这个概念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神秘力量的用途和细节也没有被定义，直到红发会见白胡子的时候，霸气2字才被正式提出。虽然早期没有霸气这个概念，但这种神秘力量却偶尔出现。第一个阶段，混沌期，路飞索隆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感知能力。路飞在小花园识破3哥的分身，一脚将真身踢了出来，路飞说是靠直觉。索隆更牛批，一口气觉醒2种神秘力量，也就是见闻色和武装色的苗头。打 Mr. One 的时候，冷静下来后，领悟人刀合一斩铁的力量，到达能感受到万物的呼吸的境界之后，甚至可以准确地感知到自己的刀埋在哪块石头下，最后把刀男给破防了。这种偶然觉醒的感知力和破防能力，早期并没有过多的具体描述。一开始，这种神秘力量只能以这种很模糊的形式偶尔出现，所以霸气外露的老沙显得根本不会霸气，被5档路飞打败，这导致老沙会不会霸气就变成了一个不好填的坑。不过老沙虽然没有展示过传统意义上的霸气，但他会五五开色霸气啊，可以说是最稀有的一种霸气。之后进入第2阶段发展期，见闻色有了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开创性的定义，比如艾尼路的新网只是空岛，不属于蓝海文化圈。经过后来雷利的霸气课程得知，新网是属于见闻色霸气。艾尼路的见闻能力就算放到现在，某些部分都是非常先进的存在。艾尼路可以结合自己的响雷果实，让新网达到一个超大范围的感知和窃听。后来 CP9 登场，展示了一种体术，名叫铁块。铁块不仅可以硬化防御，也可以像加布拉一样用铁块拳法进行攻击。虽然铁块不属于霸气，但这有点像后来武装色硬化，所以铁块也被看作是减配版武装色，但还是谦虚了，这明显是减寿版武装色。还有指挥武身、指枪六王枪什么的，虽然没有明确说他们用了霸气，但至少有霸气那味儿了。红发和白胡子那里霸气概念被提出，也是霸王色霸气真正意义上的展示，会伴随迸发出强大的气，震晕小兵或威慑对方。第3阶段完善期，霸气体系的里程碑阶段，顶上战争前后，霸气开始大规模使用，比如3色霸气的女帝，而且他身边一些人也会使用霸气。路飞接连下意识的开出霸王色霸气，雷利划破黄猿的脸，战逃丸隔空打飞路飞，3大将挡住白胡子的震动波，白胡子打3大将的时候也用了霸气，等等等等。之后雷利老师清晰的解释了霸气体系，霸王色、武装色、见闻色3色霸气构成霸气体系，补充了一些基本定义和基本用法，比如霸王色需要天生资质，霸气可以打到自然系能力者的实体，见闻色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第4个阶段成熟期，霸气在继续蓬勃发展的同时，也还在延展更多的用法。见闻色霸气像艾尼路的新网、藤虎的色彩情绪世界、卡尔的短暂预知未来、乌索普的超远定位感知，以及山治的我预判了你预判了我的预判。很多人的见闻色侧重点都不一样，有点百花齐放的意思。霸王色一开始很鸡肋，除了震晕小兵，强者根本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意义比较虚。霸王色缠绕被定义之后，霸王色的攻击性有了质的飞跃。贵为武皇的路飞一开始被凯多一棒子锤尸战力也不奇怪了。武装色作为最普及最重要的攻防手段，自然完善的更细致。武装色霸气可以分为硬化、缠绕、外放和内部破坏4种技巧。非常精通霸气的人，4种技巧可以同时使用，其中硬化和缠绕很常见，外放是比较高阶的用法，比如3大将抵挡白胡子的震动波，战逃丸的足空独行，冰爷击晕弹开羊驼给付者，充分利用霸气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攻防能力。这种技巧也是路飞非常想学的。虽然武装色霸气在封闭的和之国叫做流鹰，但实际上只有到达这一个阶段的武装色霸气才名副其实的叫做流鹰。在和之国冰爷的指导下，路飞掌握了流鹰。而内部破坏是武装色霸气目前为止最高阶的用法，可见雷利对霸气的精通程度是非常高的，把霸气灌到敌人或物体内部进行破坏，达到穿透和破甲的效果。路飞目前也掌握了这种技巧。总之，霸气体系一路完善成熟的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所以前后设定略有矛盾和落差也实属正常。
总体来看，填坑和串联的还是比较完美的。六大黄团2把手实力排名，第6名索隆。索隆进步神速，尤其是拿到研魔之后，在鬼岛挡了1秒大妈凯多恐怖的合体技，全身重伤的情况下爬起来，再一次砍了大妈的普罗米修斯，并用出9刀流砍伤凯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并吃下特效药后，索隆又爬起来了，和山治一起将劲和奎因掀翻在地。索隆目前正在和劲交手，显得有些被动。第5名卡塔库利。卡二真的没有什么弱点，只能说登场过早，当时路飞还是被四皇一拳打飞的水平，高阶3色霸气都还没入门，后面稍微领悟了一点高级见闻色，却把卡二逼出90%的实力，加上越到后面实力就会越通胀，卡二排名吃亏就吃亏在这种落差上。客观来说，全场下来卡二一直是压制路飞的存在，后半段卡二打的不是那么游刃有余了，除了路飞在进步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卡二太实在了，自己给自己那一下也太狠了点，人格魅力是出来了，但伤了一颗腰子的卡二挨了路飞的几套重拳后，体力、心态各方面明显下降，直到最后卡二也是输在了路飞的意志上，要打下去真的还能打。海贼2把手里有霸王色的并不多，不算洛克斯海贼团那种 bug， 也就雷利、卡二和索隆。霸王色缠绕这个设定稳定后，卡二的实力又有了很大上升空间，之后能保3争2，但目前的话就先这样吧。卡二见闻色更是登峰造极，加上能开动能变形的果实能力极为灵活，给卡二安排一个没有光环的同等级对手，想让卡二输很难。第4名劲现在正在略微压制索隆，但目前总体上来看，劲全场的表现除了肉确实有些平庸了。索隆马尔科这种2把手对位大将四皇虽然打不过，但也有来有回，相比之下，即便劲是为了打辅助，可先是被一心多用的马尔科揍了一顿被拖住，现在又跟索隆在这里拉扯，打平级的对手还打得略显被动。当然这也并不代表劲真的就差马尔科那么多，因为马尔科是用自己的各种形态，包括部分兽化以及最强形态兽人形态打劲的人形态，劲被揍了一顿不奇怪，毕竟劲的兽人形态和全部实力还没展示，但鬼岛大战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其实劲就算展示了真实实力，也不足以逆转战局，大概率会被索隆继续牵制，甚至最后成为索隆冲击10亿加赏金的经验包。严重怀疑尾田的小心思是一开始让索隆在双皇面前有足够多的亮眼表现，是为了让索隆之后顺理成章的单刷劲，毕竟在和之国主角团的成长速度比之前快的不是一点半点。总之劲当然不弱，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第3名宇之溪流，在黑胡子海贼团里实力上算是普遍认同仅在黑胡子之下的定位，溪流牌面上没打过什么硬仗，最多是跟随黑胡子碾压白胡子残团，只有一句话，就是溪流的实力和麦哲伦齐名。那路飞2年前在大将面前有多一触即溃，在麦哲伦面前就有多不堪一击，但路飞找到与其周旋的办法后，麦哲伦的实力倒还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有将皇段位边缘的实力，溪流对标麦哲伦的话也合理，毕竟是大后期要跟索隆对位的这么一个人选，这个实力成长空间应该是留在了溪流身上。第2名马尔科，3大将包括四皇大妈都轻易重创不了马尔科，鬼岛上一心多用的马尔科在极其困难需要消耗大量体力的处境下，短暂压制劲和奎因，最后体力不支倒下了。结果当劲想攻击索隆他们时，马尔科又飞起来了，原地挡住了劲，好像在说哎呀我不行了，我倒了，哎我装的我又好了。其实这几个人的实力差距很微弱，如果满状态的马尔科和以上几个人分别单挑，马尔科的体术霸气短时间内倒并不至于重伤对方，但一套爆发短暂压制或缠住没什么问题。而马尔科最 bug 的地方不在这儿，而是恢复能力。第1名贝克曼，有双皇团之称的红发海贼团的2把手，在设定上贝克曼是真正意义上的皇父，实力一直跟红发挂钩，比如生命卡里红发是太阳，那贝克曼就是月亮，还有贝克曼智商非常高，实力比肩红发什么的，还有开会王所说的差不多就等于官宣，红发团是悬赏最平衡实力最均衡的铜墙铁壁海贼团。获得了双果实的黑胡子极度膨胀，在红发面前却也只能从长计议，明显气虚一截，可见红发团整体实力并非水货。那红发独臂挡白胡子挡赤犬是正儿八经的四皇实力，由此可见2把手贝克曼应该是目前的第1皇父。路飞的各种免疫 buff， 第1免疫雷电，在空岛就足以见识到雷神艾尼路是如何被一块橡胶搞得心态崩溃的，不管如何电路飞多少伏特，如果用响雷果实只是单纯放电，对路飞来说几乎没用，直接把自信满满的艾尼路给吓出了表情包，迫不得已用其他方法对付路飞。之前在鬼岛上大妈一招天满大自在天神打路飞身上也是什么事儿没有，大妈惊呆了，为什么雷电对你无效？因为我是橡胶。艾尼路直呼这场面我熟啊。第2免疫一部分毒，路飞这一路上可以说是被一路毒过来的，但最重要的是在推进城挨了麦哲伦的毒，后来小冯小1万他们帮忙把路飞救活，路飞从此有了一些抗体和强大的免疫系统。后面在愚人岛路飞中了暴藏的剧毒，但是路飞并无大碍，
乔巴发现路飞体内有超乎常人的免疫力，路飞就回想起了之前的中毒经历。后面在冰火岛，凯撒企图用毒瓦斯毒死路飞，不过路飞居然将瓦斯吸入，然后从耳朵里喷了出来，并且又是啥事没有。路飞又回想起了和老麦的甜蜜时光，并感慨这些多亏了麦哲伦。不过路飞也并非百毒不侵，后来一只毒鱼就差点单杀未来海贼王，还好雷九前来人工呼吸，然后又中了奎因的异灾弹，虽然最后有些虚了，但抗毒性依旧超乎常人。乔巴研制好解药后，好了，这回路飞又获得了一种抗体。第三，很大程度上免疫火。大妈那招大自在天神对路飞无效后，凯多直接对路飞吐出热息，凯多也惊呆了，火焰为什么也对你无效？路飞说靠毅力。好家伙，免雷靠果实，免火靠毅力，实力不够，免疫来凑。凯多大妈多少觉得尾田有点逗。不过路飞既然能打出火拳冲，能免疫火也没什么问题。如果将来能觉醒到高分子材料学的地步，不仅有防火耐高温橡胶，还有耐切割耐腐蚀橡胶，那真就接近无敌了。第四，免疫普通子弹和缓冲钝击。在海贼世界，普通子弹虽然没啥用，但防弹体质有总比没有好。在战斗中，路飞通常能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伤害，甚至有锁血挂。除了意志力，也得益于有一副橡胶身体，可以缓冲很多伤害。第五，免疫汉库克的甜甜果实能力。男女通吃的女帝在路飞面前第一次尝到了一种挫败感。路飞对这方面没有兴趣，也没有色心，所以不会实话。女帝是真没招，也就稳枪能给路飞挠痒痒，所以就会看到女帝只能对着墙上的涂鸦发动技能过过瘾。第六，几乎不会骨折和能免疫花花果实的一些技能。战斗中，山治、索隆、乌索普都骨折过，然而每次都承受巨量伤害的路飞却几乎没有骨折过。毕竟路飞的骨头以及任何部位都是橡胶体质。不过附上霸气可以大大增加路飞掉牙和骨折的概率，比如被山治和卡尔各干掉一颗牙，但也就喝杯牛奶的事儿。拿路飞没辙的还有罗宾，罗宾那招让人脊柱断裂的技能对路飞根本没用。其实这也不算很稀奇的事情，一些可以元素化或者软化身体的人都可以。不过算上以上好几种免疫，路飞堪称是和布鲁克并列的两大无敌免疫之王。船长路飞有哪些功能？罗宾、乌索普有才艺，路飞也有，只是路飞会的这些东西又奇特又沙雕。第一，花手螺旋桨。因为橡胶体质，路飞是个摇花手的高手，甚至可以原地起飞的那种。曾经在环岛皮划艇比赛中，路飞就可以把手臂拧巴拧巴充当螺旋桨，一瞬间的爆发力羡煞旁人。但毕竟是果实能力者，泡在水里会没力气，只适用于阶段性的短距离冲刺。第二，橡胶炮台。当时路飞跟陆奇打完，筋疲力尽，面对密集的炮弹，索隆和山治索性懒得打了，默契的拽起路飞，这就是路飞的正确使用方法——橡胶发射器。这种骚操作被乌索普吐槽为简直是魔鬼。第三，人体气垫和安全气囊。路飞的技能气球实在是太实用了，可以对付多种碰撞和坠落的情况。路飞多次充当安全气囊，完美化解了危机。另外，路飞的气垫很有弹性，也有帮助伙伴腾空和让伙伴有更多的发挥余地。第四，橡胶电梯。路飞搂着好几个人，自己开开心心的从高空坠落这种事已经不足为奇，但他有自带的安全气囊，可以让大家有惊无险的落地，下来的快是快。不过这种跳楼机的过程，人在往下掉，魂在后面追，其他人是真受不了。第五，人体防弹衣。普通的子弹即使打到路飞身上也没什么用，路飞可以轻松接住子弹的威力，并且再反弹回去。防弹衣功能开局就为保护索隆而展示过，而且3档状态下的鼓气球非常坚硬，子弹打他身上更是浪费。第七，人体避雷针。路飞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绝缘体，娜美就曾和路飞在雷鸟身上一起搞出了一种奇怪的坐姿，这样也正好可以避免被带电的东西误伤。第八，橡胶搭桥术。娜美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路飞身体的人，看到断崖后紧接着就示意路飞，路飞也心领神会，直接就搭出一座橡胶桥，而路飞的手臂可以伸得更长，能在挺远的距离间搭一个桥。第九，橡胶挂壁术。由于橡胶体质，路飞可以在角度非常刁钻的地方挂在那里，当然也要配合手指和脚趾倔强的咬合力。当时在水之都，路飞他们被人追捕，3个人就这样躲在桥底下成功避开了危险。第十，救死扶伤手。除了能搭桥，路飞伸长的手臂屡屡可以把人从危险中拉到另一个危险中，距离远速度快，就是有点费索隆，而且通常来说只负责把人给捞出来，落地后是不是活的这方面没有售后服务。第11，绑了卖钱。这是工具人路飞的究极奥义功能。当时山治为了给娜美买纸，就把悬赏1亿贝利的路飞给绑了，准备拿去换钱。所以纵观路飞的方方面面的功能，朴实无华但异常实用。用索隆山治的赞叹就是，这真不愧是我们的船长。